全世界最古老的10棵树。你知道一棵树最多能活多少岁吗？据统计，在中国大陆，树龄上千年的古树有10745棵，其中树龄超过5000年的古树有5棵。虽然活到5000年的古树极为罕见，但5000年并不是一棵树生命的极限。让人震惊的是，全球最古老的树已经活了8万年，甚至有人认为这棵树已经生长了100万年。由于大多古树的树心空洞，或者其最古老的部分已经腐烂消失，这使得一些古树的年龄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树木无疑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生命。从枝干最粗的树到体积最大的树，从几十年才开一次花的树到全身都是宝的树，树木的神奇绝对超出你的想象。有的树的树洞大到可以做酒吧，有的树因为珍贵政府从不公布它的准确位置，有的树因一段树根长成了一片拥有47000棵树的森林。今天奇趣最套将为您盘点全世界最古老的10棵树。这些树不仅拥有惊人的树龄，而且它们独具特色，是古树中的明星。为了避免您下次找不到我们，请先点击订阅。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吧。第10名，白马大栗树。白马大栗树生长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的山坡上，专家推测它的树龄为2000到4000年。它是全球白马树中最大最古老的一棵。让人震惊的是，这棵树的树干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7.5米，它的周长竟然有55米，需要30多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围起来。它不仅是世界上最粗的树木，也是最粗的植物。相传在古代，一位阿拉伯国王带领一队由上百个骑士组成的队伍到埃特纳火山游玩，忽然下起了大雨，所有人马都跑到这棵大栗树下避雨，巨大浓密的树叶给他们遮挡了大雨。国王高兴地称这棵树为白马大栗树。白马大栗树虽然饱经沧桑，但现在仍然枝繁叶茂，开花结实。它树干下部有一个大树洞，采栗的人常将这个树洞作临时宿舍或仓库使用。可见这棵树的体型多么巨大。白马树是一种欧洲栗，又称田栗，是欧洲的乡土树种。在当地，这棵白马树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存在。第9名，谢尔曼将军树。谢尔曼将军树是一株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巨杉，也称为世界野。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山国家公园内，它的树龄超过3500年。为了纪念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将军威廉特库姆瑟谢尔曼，因此取名谢尔曼将军树。谢尔曼将军树以其巨大的体型闻名于世，其底部最大直径达11.1米，大约需要20个人才可以合抱这棵树。在高30米处，它的树干直径仍然有6米左右，甚至在高40米处生出的一个树枝都有2米粗。这棵树的高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3.8米，仿佛直插云霄。站在谢尔曼将军树下，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但同时也会被它那雄伟的气势所震撼。这棵树的重量据测算有2800吨，相当于450多头非洲象的重量。谢尔曼将军树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保护，也是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树。谢尔曼将军树是巨杉的代表。巨杉是一种常绿巨乔木，原产于美国，它的树皮很厚，有很强的抗病虫害能力。巨杉的抗腐蚀、抗火能力强，常用作铁路上的枕木和电线杆等物品。它树形俊美，也可作为园林景观树。第8名，马氏萨拉树。马氏萨拉树是一棵虎尾松，它是一种中等高度的松树，普遍在5至15米之间，直径约2米。它以其长寿而著称，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树木之一。这种树主要生长在美国西南部的高山地区。马氏萨拉树的树冠呈圆形，树皮光滑，呈橘黄色或红棕色。它的针叶向上弯曲，每树有5针，长度在2.5至4厘米之间，黄绿色，表面有亮白色的气孔。这些针叶的生长周期非常长，可以持续30至40年，因此虎尾松的叶子寿命是植物中最长的之一。马氏萨拉树位于美国加州因有国家森林公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老的单棵树之一，它的树龄已经超过4800岁。为了保护这棵珍贵的树木，
当地林务局从不透露它的准确位置，所以马士萨拉树的准确位置很少有人知道。第7名，欧洲红豆杉。这棵古老的欧洲红豆杉位于英国威尔士的圣辛纳哥教堂墓园，它是一棵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老树木，树龄超过5000年。红豆杉又称紫杉或赤柏松，是一种珍贵的常绿乔木，四季常青，适合作为庭院观赏植物种植。这棵欧洲红豆杉被认为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神木之一。由于它的树心空洞，给年龄鉴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然而，通过对其生长环境、生长速度以及周边地质年代的考察，科学家们大致推断出这棵红豆杉的年龄超过了5000年。这棵红豆杉位于一个古墓的北侧，很有可能是为了纪念新石器时代的某位部落首领而种植的。由于树龄过于久远，它已经裂成2半，一半的宽度达到了12米，而另一半的宽度为6米。更令人惊叹的是，通过检测发现每1英寸的树干上有120个树轮，这进一步证实了这树木的惊人年龄。此外，红豆杉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红豆杉代表永恒的思念，常被栽植在墓地，表示对已故亲人的思念。同时，红豆杉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因其生长缓慢、发育困难而极为稀少，被称作植物界的大熊猫，也是中国国家一级珍稀保护树种。第6名，轩辕柏。轩辕柏又被称为黄陵古柏，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乔山皇帝庙内，据传是上古帝王皇帝亲手所植的树，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柏树之一。轩辕柏属于侧柏属，树高超过20米，树围达到7.8米。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霜雨雪，但它依然干壮体美，枝叶繁茂，树冠覆盖面积达178平方米。英国专家称它为世界柏树之父。轩辕柏的树干结构非常特殊，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形状，这种形状可以有效地分散来自各个方向的力，从而增强了树干的稳定性。同时，其树干内部存在大量的空腔，这些空腔可以有效地减轻树体的重量，并增强树干的抗风能力。轩辕柏不仅是一棵古树，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柏树代表着坚韧、长寿和吉祥。轩辕柏作为最早的人工种植的柏树之一，更是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在黄陵县轩辕庙内，每年都会有许多游客前来参观轩辕柏，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祭拜皇帝，欣赏古树的风采。第5名，阳光猴面包树。阳光猴面包树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阳光农场，因此被称为阳光猴面包树。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猴面包树之一。据说这棵树的树龄达到了惊人的6000岁，可能比埃及的吉萨金字塔还要古老。不过也有专家推测，它的树龄仅为1000多年。这棵树高约22米，树干周长47米，需要将近30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其围住，堪称自然界的奇观。让人惊叹的是，这棵树有一个巨大的树洞，当地人将它的树洞改造成了一个酒吧，游客可以在树洞酒吧里喝饮料，体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奇妙感受。这个树洞酒吧高4米，一次可以容纳15个人，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树洞酒吧。不过2017年左右，这棵树的树冠发生倒塌，树洞酒吧已经不复存在了。猴面包树是一种全身都是宝的树，它原产于非洲，属于木棉科的落叶乔木。猴面包树木质疏松，树干可以储存大量水分，在干旱季节为人们提供救命的水源。猴面包树果肉质地如同面包，略带酸味，既可以生吃，又可以制作清凉饮料。它的种子可以榨出上等的食用油。它的树叶富含钙质，既可以做汤，也可以入药医治疮疾。就连它的树皮也可以制作绳子和乐器的弦。神奇的是，在猴面包的树洞里储存食物长时间都不腐烂。第4名，诺亚姐妹橄榄树。在黎巴嫩的高地上生长着16棵被誉为诺亚姐妹的橄榄树。根据当地传说，这些树木拥有超过6000年的惊人树龄，它们以坚韧的生命力成为了自然与人类历史的共同见证。
诺亚姐妹橄榄树位于海拔1300米，这里的气候多变，但这些古老的橄榄树却屹立不倒，顽强地生长着。它们的树干粗壮，木质坚硬，即使经过数千年的风雨洗礼，至今仍然开花结果，而且每年都产出一定数量的橄榄油。传说诺亚姐妹橄榄树就是被带到诺亚方舟的橄榄枝的来源，并且由多棵树组成，因此被称为诺亚姐妹橄榄树。诺亚姐妹橄榄树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壮观的自然风光，还可以品尝到由这些橄榄树产出的橄榄油，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和人类的智慧。第3名，非洲龙血树。非洲龙血树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植物，它不仅有着独特的名字、奇怪的外观，还有惊人的树龄。索科特拉岛上的龙血树平均树龄就高达8000岁，是现存最古老的龙血树。非洲龙血树是植物界的寿星爷，其中一些可能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个体。龙血树生长十分缓慢，树干一年增粗不到1厘米，几百年才能长成一棵树的形状，几十年才开一次花，因此它十分珍贵稀有。龙血树生长在海拔300至1500米的石灰石土壤中，喜欢常绿或半落叶林地的环境。它们拥有奇异的外观，它的枝叶上翘，密集地形成一个倒伞形状的树冠，宽度能达到3米，树叶全部挤在枝梢。其树干和树枝厚实而粗壮，遵循一种2分法的分支模式，即每一分支都会多次分成2个分支，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树的树叶颜色非常独特，当树的表皮破损时会流出红色树叶，这也是龙血树名字的由来。当地的人们认为这种红色树叶可以治病、修补伤口，因此这种树也被当作是圣物。古老的龙血树就像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记录着时间的流转。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惊人的生命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第2名，挪威云杉 Old Chico。 在瑞典达拉纳省菲吕山国家公园的深处，隐藏着一棵全球最古老的挪威云杉，这棵树名字叫 Old Chico。 这棵古老的挪威云杉以其超过9500岁的树龄，成为了地球上已知最长寿的树木之一。挪威云杉也被称为欧洲云杉，是松科云杉属的一种常绿乔木。如果你看到这棵仅有大约5米高的小树，你能想到它就是最古老的挪威云杉吗？与周围的其他树木相比，它都显得相对矮小。然而，科学家们通过碳14定年法测的这棵树的根系已存活约9550年，并且还在继续生长。这棵挪威云杉大约在公元前7550年左右生根，数千年来，由于生活环境极端，这棵树以一种发育不良的灌木形态存活着。直到20世纪气候暖化的影响，这棵挪威云杉才发展出正常的树木形态。它的根系异常发达，这些深深的根系不仅为树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分和养分，还使得它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棵挪威云杉的树干部分其实相对年轻，因为树干可以历经多次死亡再重新生长。只要其地下根系统完好，树干凋零腐朽后，它的根系可以重新长出新的树干，进行多次的自我复制。这种特性也是它如此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第1名，潘多树。潘多树位于美国犹他州，是一片无性繁殖的徂徉林，学名为美洲山杨。这种杨树原产于北半球，因树叶常在微风中颤动而得名。潘多树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树。令人震惊的是，潘多树并不是一棵树，而是47000多棵树的树林。而且这片树林占地超过637亩。为什么一片树林会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树呢？这是因为整片徂徉林是通过无性繁殖，所以树木全是一棵树的根系蔓延生长出来的，可谓是真正的一木成林。47000棵树共享一个根系，因此被看作是一棵树。潘多树的根系庞大，至少8万年前就开始萌发，这意味着当人类祖先还在山洞里涂鸦时，这片林地就已经存在了。甚至有人推测，这片林地可能有上百万年的历史，这比最早的智人出现还早了80万年。潘多树因此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树木。
由于拥有庞大的根系网络，攀多树长出新芽的能力十分顽强。这种无性繁殖的方式使得潘多产杨林适应了地球末次冰期的极端寒冷气候，但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潘多产杨林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许多树木无法继续生长并逐渐老化死亡。此外，一些植物病害也对潘多产杨林造成了威胁。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潘多产杨林仍然是自然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存在证明了无性繁殖生物可以有很长的寿命和庞大的规模。由于其独特的生长方式和生态价值，潘多树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的关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看了以上这些古老的大树，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点赞加订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